我想先说一下，就是我大概的一个总体的安排和布局。首先，我觉得我们两组都会有一定的完整性，所以我觉得最终的目标其实看2个点，第一个是完整度，第二个是精彩度。有，这是队长范儿。我觉得第一项其实我们很难拉开太大的差距，所以我们可以在第2项惊喜上去下一点功夫，因为毕竟这是一个考核。然后第2个点呢，就是刚刚准备的时间，我其实已经列出了整个策划案的这个框架。因为我之前做过类似的策划案，所以我已经列出了8个大的题，8个大的要点。人家在投票，他已经把大纲列出来了。哇！大的要点，你可以坐过来，对，你坐一起。所以我们在完成这件事情上，就是大家可以不用有压力。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个大致的想法，我们肯定是要修改的。最重要的2个部分我空出来了，第一个就是专题的名称，还有新闻的标题，就是我们主要的内容。第2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形式到底是什么，就是形式为大，内容为王。就这2个点，我们是共同商讨去得出一个结论，然后剩下的内容我们就像填格子一样，把这8个大点给它填起来就可以了。然后我在想，我们的这个选题最终，它一定是要有关注度、有曝光量的话，它必须是一个热点。它的切口可以很小很小，但它一定是要一个很热，很热的事件，而且它辐射的人群和它的受众一定是广的。因为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拉布布它会有做成一个专题的一个意义所在，其实是因为它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所以我觉得这个选题它一定要引发强烈的共鸣。好清晰啊，专业。然后我是这样想的啊，我是从刚刚鲁豫老师说了2个案例，一个是海底捞做美甲，一个是密室骂老板的房间。你们有没有发现这2个事情？为什么一听让我们觉得很有趣的点在于，我并不是说我直接奔着这个消费，一开始就奔着这个消费去的，而是说这个场景本来是一个很普通、很简单的场景，但是我们想去在里面挖掘出一些不同的价值。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要打的反差点，所以我们找的这个例子一定也要让老师们或者让观众们一听会觉得，哎。共鸣，对呀，好像是，对，所以呢，我想了这几个啊。有一个沉浸式的戏剧叫《只有红楼梦》，大家知道吗？大家我知道，就是最近这个方面会比较火。我觉得原因是大家去那个地方不只是参观那里的历史和展品，而是说我想通过这种演绎的方式来去欣赏历史和展品。就这个打的这个点，我就觉得比较有意思。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便利店售卖这个好运喷雾，因为它本来是便利店应该是我们买最实用、日常最着急的东西，但是现在便利店也开始卖这种情绪方面的价值。然后还有一个过家家式的一个消费空间，就是有这样一个空间，成年人花198块钱就可以在一个玩具厨房里去煮泡面、捏橡皮泥，体验自己小时候体验过的事情。成年人的儿童乐园，对，有点类似于这种。然后还有最后一个是前段时间一个新闻，就是 B 站的一个 UP 主，他售卖一袋垃圾。它的标题就是一袋垃圾，他找了很多那种家里的玩偶啊东西的边角料，然后就去卖这一袋垃圾，买的人非常非常多。有人说他买的不是垃圾，是叛逆的快乐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案例。你看看，雨佳果然在另外一支队里独当一面。哎呀，他这几个点都还挺准的哈。好玩。你找案例非常多。对，然后我就速速的就是过了一下这些案例，我觉得这些案例比较出色的点，或者说我选择他们的点，是因为它不让人听起来一下那么简单，就是不是让我听完我就知道这你大概怎么做我就知道了。对。我觉得如果要符合就是受众要多还有共鸣要广的话，比较符合是那个便利店的好运喷雾。我觉得它的受众其实会更多人一些，对，更广泛一些。但是这个说实话我有点小，就是太小了，就是有一点，其实我看到这个我都没有在便利店见过，说实话。现在什么东西最热啊？除了拉布布，什么东西最热？脱口秀。小卡，就不管是那种什么 IP 游戏 IP 的，还是 idol 的，反正就是小卡这个东西挺火。小卡片。对。你找一个一说不用解释，大家就能知道是什么东西。情绪价值，情绪经济。
或者现在还有那种咖啡厅可以撸猫撸狗啥的，那个感觉会比较普遍。我觉得宠物殡葬是可以说的，可是没有养宠物的人可能就共鸣不到。单身经济怎么样？单身经济其实就有点像不结婚不生孩子养宠物。我知道除了拉布布很火的情绪经济就是谷子，但是谷子这个事情跟盲盒太像了。对，所以我觉得盲盒经济这块我们就先不碰了。已经有拉布布这个了。对，就是我想到的情绪经济的相关案例，就团播、艺人活动、视频会员，然后一些 IP 衍生的周边。团播倒是现在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热点。团播现在真的好火呀！团播绝对情绪经济，这就是对，这超越刚才说的主播里面最近最火的热点，而且是今年火的。哎，热，对，今年新火起来，符合新闻的新的要素。就是你刷一个什么，就有个指令，对，然后你很少的钱，他就你刷玫瑰花，我就一个飞吻什么的这种，有互动啊。哦，刚才老子说团播，我是觉得不错这个选题，团播我是觉得可以。花小钱大参与感，就现在很多团播还有就是说，我想看这个主播给我跳这个舞，只要我刷一个啥，他就能给我跳那个指定的舞，就是菜单，菜单什么发牌舞啊，什么舞啊，我只要刷一个啥，没少看，可以。我是受众，对我也刷到过，对，发牌舞、扫腿舞，这个好。所以我觉得这个点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有的打的，有的打的，哇塞，朗子提出来的团播，我只是随便提一下。所以你平常看吗？我不看啊。你不看？但是我会，对我去了解。我投一票。没事，雨佳，你我想想啊，我现在正在想这个，可以再想一想。但还有一个问题，有的人看这个仅仅是为了看，而没有拉动经济，就是他没有反哺经济。但是他在那个直播间里有那个人数，他就是经济，因为有数据。我在想，就是我们的人群分析其实并不只是消费了的人，对，他有很多他想消费没消费，或者他就是不消费。那正面反面我们其实都能有的说。对，这个点是可以打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就怕这个题不够有意思。团播已经非常有意思，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团播一开始出现，它就是为了给人提供情绪价值而出现，而不是说是某一个东西衍生品。就比如说，它没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我觉得把团播这个东西放大一点，就变成直播吧。直播之前的一个功能是带货，有一个比如说像那个椰子水，那什么，我从小喝到大，从小喝到大。小喝到大，它其实那个直播间最底层就是为了去卖那个椰汁，但是后来他们可能也会为了说看了那个主播，我觉得好喜欢你，我想获得你的一句谢谢，然后我付钱，然后有了这个东西之后，才衍生出来了团播这么个东西。哎，我觉得我们要不要想一个，就是团播里面的一个小点？我明白，要有一个更具体的一个案例，对，会有一个更高的点，或者有个更细的点，就把它落下来，就是得有一个东西。我问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是不是我们其实是比较倾向于做团播这个题，还是说雨佳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不舒服或者小问题？我觉得没问题。就如果我觉得你们三个都觉得这个 OK， 那我们就做这个。但我有点担心你会觉得不会，对不对？不会。那我们就直接说思辨一点。好，那我们这样子，我们现在要找具体案例了，比如说盲盒经济里的拉布布，我们要找一个团播经济里的一个非常重点的案例。我觉得可以，就是我们要找一个具体落地的新闻。推进的很快。对，我觉得可不可以？我刚刚想到了一个，就是团播里最近有很出圈的一个明星叫萝卜。我想到的也是这个。就是那个娄淄博萝卜，就是那个扫腿舞的那个男播，老沙道，哪一个？太洗脑了。
那个的点就是它的服化道，包括它的运镜，对，主要是运镜，对，很吸引人，而且很多明星都在扫。对。第一个，那就说杨迪，第一个，哇，就是从团播变成了一个打卡景点，对，就变成了一个热点。所以我们就是以扫腿舞引入，对，因为这个近期刚好是很近期很火。一支扫腿舞。哎，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哦，就是我们这个新闻是不是应该以扫腿舞引入，然后之后指出团播这个事情，就不要一上来就说团播。对，是的。那我觉得我们起标题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根据那个新闻去起？一支扫腿舞如何跳动，如何扫出？那其实就一条腿如何踹开这个什么市场的大门？踹开。因为它不是扫腿舞吗？不是一条腿吗？那也不是踹吗？如何扫出吧？我觉得比较行。扫或者滑出，如何舞出？他们这一组效率真高。对，而且氛围很好，一致，价值观念非常一致，不断的往前推进。对，现在已经在讲细节了。一支扫腿舞背后的百亿市场吧，因为并不是说他扫了腿之后他才有的这个事情。一支扫腿舞背后的百亿市场，我觉得还是不错，而是它可以是吧？可以，就这样吧。这个反正后面还能改，先这样。主体，我们先给它按删条给它交上去。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定专题的名称，名字叫什么？方寸之间，虚拟礼物里的团播江湖。对，就这个味儿是对的。对，这个东西很贴切，它很意象。对，非常非常贴切，而且这个江湖这两个字就把所有的社会情况，然后文化情况、消费情况全部都囊括了。对的，这个味儿挺正啊，挺正，可以。旁征真的功不可没呀。你看他这个架子一搭，所有人就有了方向，每一步要探讨什么，下一步是要做什么，就8个条款往下推进。然后我们接下来写的是节目内容与形式，探讨问题节目意义。我刚查了一下，就比如说你刷礼物让他跳舞这件事情，在个人主播上之前也已经很多了，舞蹈主播你给他刷，他就可以跳，这个很正。但我们做的是团播嘛，所以就是个人和一群人的区别。那我们要聚焦在那个选择，团播这个东西是选秀的一个衍生品。对，要聚焦在选秀。对，就是和我这个人的支配权，对于这一群人的选择和支配权，这个才是我情绪的出点。哦，这个点很重要，对吧？这个是准的，掌控感。就是为了他，就是因为他沉浸式的参与了，然后他对于这个养成系，他觉得我是自己人了。对，那之后你火了之后，我会将这个情感链接持续的转化为我要持续的给你刷礼物，持续的捧你。是，那就把你浓缩成一句话，就是说是根据这个改，沉浸参与式造星所带来的权力感让度为持续消费力。Oh my god！ 你还能记得你刚刚说的是什么吗？沉浸式造星带来的权力体验让度为持续的消费力。非常在点上，方向是对的，往下走了一步了，从消费到权利。你看看咱们这个，有人想提案，对，有人很靠谱，有人一句话修成论文，京剧点评见真太强了。对，我们都是为了拿个分儿。对啊，我刚刚还和他说，我说这一次必须要拿下。对，因为这不关乎我一个人的事情，我们4个人必须要拿下，我们一定可以拿下的。当然可以。哎呀，鼓舞士气的，尽在掌握之中啊。那我们分板块认领吧。我写3，你写3。对，报道的核心主题与子议题。我写那个背景和意义。啊，可以，你写第2大点以及选题背景和意义。那我就4吧。啊，好，你是报道内容和形式设计。行，好，那我就来写这个采访。加油，各位。OK， 开干。来了！哇塞，我们这个进度非常之快啊，家人们！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有你在很安心，真的。没有，我生怕真的很安心，我很怕没有照顾到大家的感受。不会，你已经是一个很合格的队长了。哎，我觉得他们7点之前能有一个很成熟的内容出来。对，点也好，切口也好，分工到位。
哎，雨佳，要不我们现在就分头收集资料，然后把它放在同一个文档里。可以，我给你分享一个加密文档，这样就算不小心发出去，别人也看不了。加密文档这怎么弄的？因为我经常手滑发错人，好尴尬。我之前也是，就比如说我们要转发一个保密文件给别人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华为笔记本电脑的加密分享功能。然后你可以把你的华为账号告诉我，看你能收到吗？收到了，收到了。嗯。哎，那我发给王玉试试看，我看看他能不能打开，检验一下。月玲，这个文件我打不开啊。真的打不开。果然打不开，好好呀，学到一招。真的。嗯。还没有选题吗？我觉得就是钻在那个死胡同里面，有点没钻出来。然后又没有人在推进来做决策。诗文。哎呀，卡住了呀！没事，不担心，不着急。别卡住啊，先风暴啊，先发散后收敛啊。时间飞逝。你看，大家现在都在那种情绪里边，没在推进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个，我觉得哄睡师，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对。哄睡师好小众，其实。就是哄睡师的话，我有一个担忧，就是2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哄睡师几乎只能做就是批评性或者建设性报道，然后这是一个问题。第2个就是准入或持证上岗的问题，因为这个事情被解决问题、解决困惑的不明显，但是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非常明显。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刚才我没有想到是宠物经济。有的，这个也是的。现在很多人因为他们要宠物的陪伴，他对于宠物的依恋也是一种情绪经济。那宠物这边，我觉得也是一个。宠物经济感觉要绕的逻辑链条有点多。它的典型性就是它就是人类数百年情绪经济的一个产物，它在这2年的新文献那个新字又不够，像团播就是新，他哪怕想个短剧，我觉得也那个一点啊，短剧的情绪经济也新一点。就我觉得咱们如果找一些主流媒体报过的选题会更稳妥。就是刚才我这个改娃师和做捏捏，就它都是新闻直播间里面报过，所以我就觉得拿来就能用。哎，我觉得这个有一个思路，就是我们可以找功能性不那么强的东西，就比如荔枝毕竟还能吃，但是捏捏就是它功能性就是能 get 到那个意思吗？但我觉得这个科普性上会不会有一点点没有其他的那么比较小众一点，是不是没有办法？可能像也不一定要做拉布布，但没有办法像拉布布那么的。就是我们得解释。呀，我刚刚就是说解释成本需要一点，占你的节目的量比较大。它不是一个社会性现象，它是一种一个比较小众一点的。对，确实比较个体。他们这个队啊，现在就很需要情绪价值。对。这个组里有主意的人太多了，有主意的人特别多，又想那个保持体面的时候，就会是这个样子。我怕这事搞砸了。就是我觉得我们得出点子了。大家都放轻松一点。不过没事，不用担心，不用着急。实在不行，长安的荔枝已经讨论得很好了。文化破圈保底是吧？这文化 IP 破圈保底。文化 IP 保底。谁说 IP 不是情绪经济了？对，那就是啊，谁说不是？你凭什么说不是？这样，现在就是说，我觉得这几个哪个都行，只要不是励志就行。我觉得励志太冒险了，我就觉得时间不够了。现在我们该定了，对。现在荔枝它是一种消费热潮，但是后续的经济实体是可以利用这种模式去进行不断的打通的。他情绪的点在哪儿呢？他们总是在绕那个。对。哎，这个有哎，从泡泡玛特到长安的荔枝，情绪价值的满足有的，我觉得这个算啊。如果它是一个新闻报道的话，我觉得很好。但是如果说我们去找一个新闻现象的话，它可能就不太符合新闻现象。我觉得是，确实。哎，然后你
那个销量我也找到了，今夏荔枝采购量与销售量都实现同比增长，某平台上广东荔枝成交额同比去年增长超560%。对呀，大型品牌商超线下销售额环比激增128%。你看，爆炸式增长。而且我觉得他这个观点我好新哦。他说唐玄宗明知道且劳民伤财，却依然不惜代价去运荔枝，驱动它的核心是什么？是满足杨贵妃的情绪价值。而且回到我们刚刚讨论那个点，情绪就是一时的，就是满足当下的。而且当我吃荔枝的时候，杨贵妃没吃上，我吃上了，我就倍儿高兴，这就是满足了我的情绪价值。新闻的几要素是什么？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经过、结果。这件长安的荔枝这件事情，几要素全部符合。好，做它。他们其实在说服王玉。对。组长，你觉得呢？你也想想。那诗文，他要再果决一点，